注意看，这个男人是修炼千年的玄天上仙，只因在外星球嫌弃当地美女太丑，竟耗费千年修为打开时空漩涡，只为回到地球吃一口心心念念的烧烤。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这次回归将让他从万人敬仰的仙尊沦为一个人人喊打的大流氓。故事要从他穿越时空漩涡那一刻说起。恐怖的时空乱流将他打成重伤，一身仙灵之气几乎被打散，狼狈地从空中坠落，不偏不倚正好砸进了女厕所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符合地球审美的绝世美女就出现在眼前。可下一秒，他被打散的一半仙灵之气竟失控地涌入了美女体内。男人顿时傻眼了，这可是他苦修千年的真元之力，强行抽离，对方必定爆体而亡。身为正道上仙，他绝不能滥杀无辜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阴阳融合将仙气吸回来。眼看美女就要醒来，情急之下，男人决定主动出击，打算从她嘴里直接吸回真气。可这番操作在对方眼里就是赤裸裸的非礼，美女勃然大怒，当场将他当成流氓暴打。男人百口莫辩，只好施展定身术将其控制。可他震惊地发现，仙灵之气已经与女人的丹田融为一体，根本无法吸出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体内有了他的仙气，这个女人竟成了地球上唯一不受他法术控制的人。眼看事情越来越复杂，男人只好暂时放弃，趁着美女昏迷，狼狈逃离了现场。离开后，男人来到一家烧烤摊，久违的烟火气让他感慨万千。原来地球时间才过了5年，当年他只是个身患绝症的打工仔，被拜金女友柳如烟骗走救命钱后，万念俱灰跳河自尽，却意外被路过的至尊师尊所救，从此踏上修仙之路。如今千年归来，他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宰割的窝囊废。他发誓要让柳如烟血债血偿。正当他沉浸在回忆中时，却因没钱付账被老板当众羞辱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气质高雅的女人站了出来，不仅替他解了围，还大方地给了他一笔应急的钱。男人一眼就看出，这个名叫骆总的女人虽然心善，却霉运缠身，马上将有大祸临头。为了报答这份善缘，他决定暗中相助。果不其然，骆总刚走不远，就被一个嚣张的富二代涂云带人围堵。男人立刻化身护花使者，悄然施法，让涂云的手下们神志不清，对着自家少爷就是一顿疯狂输出，上演了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滑稽闹剧。解决完小混混，男人发现骆总竟被下了药，他只好将他带回别墅，内心进行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天人交战后，最终还是守住了底线，用仙法为他去除了药性。可第二天一早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骆总的女儿彤彤突然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男人一眼认出这是中了歹毒的嗜血蛊，他当即出手，轻松化解了蛊毒，救了小女孩的命。骆总感激涕零，当场拿出100万作为酬谢，并开出100万月薪，聘请他做自己的贴身保镖。男人正愁没地方落脚，便欣然答应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骆总的妹妹竟就是昨天在卫生间被他非礼的那个火爆美女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妹妹抄起家伙就要报警抓流氓。男人为了解释，只好摊牌自己是刚从外星回来的修仙者，结果被两姐妹当成了精神病。妹妹更是当场挑衅，让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隔空把沙发抬起来。就在男人准备显圣，证明自己清白时，别墅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嚣张的涂云带着一个阴气森森的老头杀了回来。原来他就是给彤彤下蛊的幕后黑手。而他身边的老头更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南疆蛊王金无书。妹妹虽然身手不凡，但在蛊王面前，一个照面就被偷袭重伤。男人正欲出手召唤雷劫，将这群宵小之辈轰成渣渣，却猛然感应到一股天威。地球的天道法则竟不允许修仙者在凡人面前显圣，一旦暴露，雷劫就会降临。而他现在只剩一半修为，根本扛不住天雷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继续扮演凡人，甚至低声下气地向涂云求情，希望对方能给个面子。这番示弱的表现让涂云更加得意忘形，竟让他跪下舔鞋。就连刚刚还并肩作战的妹妹也投来鄙夷的目光。男人心中憋屈，只能再次暗中施展演出法随的小伎俩，控制涂云的手下左右开弓，把他们主子的脸打成了猪头。然而真正的威胁是蛊王金无书。只见老头随手一挥，一道无形蛊虫射向妹妹。妹妹瞬间眼神迷离，像变了个人一样，痴痴地缠上了男人。男人定睛一看，这竟是痴情蛊。中蛊之人会对自己看到的第一个异性产生疯狂的爱恋，而解蛊的方法竟然和取回他仙灵之气的方法如出一辙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
男人立刻将妹妹抱进房间，并义正言辞地将姐姐关在门外，声称要用特殊方法救人。此刻，看着怀中主动现身的绝色佳人，正人君子和卑鄙小人之间，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而就在他下定决心的瞬间，怀中的女人却突然睁开了眼睛。